大家好，欢迎来到科音故事会。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继盘古之后的另外一位创世之神，她就是女娲娘娘。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最终累得倒地不起，身体也化作了世间万物，从而使这寂静的世界有了一丝生气。许多年后，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四处游历，最终她来到盘古开辟的天地里，这位女神就是女娲。女娲在草丰木茂的原野上行走着，举目四望，看到山峦连绵起伏，江河奔流不息，草木枝繁叶茂，鸟婉转歌唱，走兽成群结伴，鱼儿水中畅游，这个世界真是太美好了。于是她决定留下来。日复一日，女娲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景，却渐渐产生了寂寞孤独的感觉，因为世间没有和她一样的生物，那些山川草木、虫鱼鸟兽怎么可能与她心灵相通呢？于是女娲想，何不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一些生物，让这个世界热闹起来呢？有了主意，她马上动起手来，在河边抓起一团黄泥，对着水中的影子又是捏又是揉，很快一个小泥人就做好了。女娲把小泥人托在手里，放到嘴前，轻轻地吹一口气，小泥人有了气息，竟活动起来，放到地面上后就到处走动。女娲很高兴，连忙动手捏第二个，并吹了一口气，第二个也活了。她又捏第三个、第四个，泥人越捏越多。他们有喜怒哀乐，而且能够说话，跟那些草木鸟兽完全不同。女娲再也不觉得寂寞了，她称呼这些活了的泥人为人。人们开始时在女娲的周围活动着，渐渐的很多人都走远了，分散到各处。有了人，世界充满了生机活力。女娲非常高兴，她继续一刻不停地接着捏泥人。可是大地如此辽阔，人们很快就消散于各地，女娲也感到越来越累了。于是她顺手从山崖上扯下一条藤蔓，伸进泥潭里抽打起来，溅起了很多混黄的泥点，泥点儿落地后也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人。她每抽打一下就会产生很多人，而且和之前捏成的小人没什么两样，这样造人就快多了。于是女娲高兴地使劲抽打起来，泥点子落得到处都是。等女娲停下来时，大地上已经有足够多的人了。一天，女娲想看看各处的人类，她来到一个地方，发现有些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原来他们由于年纪太大，已经死去了。女娲就想，人们都会衰老死去，那么总有一天人会死光的。于是女娲决定让人类自己繁衍生息，这样他们就可以绵延不绝了。女娲让这些人具有不同的身体特征，从而区分出男女，并让男人和女人结合，生出后代。为了不让这种结合使人类陷入混乱，她又建立了婚姻制度，从此人类靠自己就可以不断发展壮大了。所以女娲又被称为婚姻女神或者神媒，人类可以自由的繁衍生息了。他们一代一代的在大地上幸福的生活着。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遇到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原来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争夺地位，结果共工被打败了。共工一气之下就用头去撞不周山，这座擎天的大柱在一声巨响之后便轰然倒塌，紧接着天向西北倾斜，到往东南塌陷，海水灌进了陆地，洪灾泛滥。由于剧烈的震荡，地上裂开很多大豁口，一个劲儿的往外喷火，山林里野兽也都受到触动，纷纷窜出来，见人便咬。很多人不是被水淹死，就是被火烧死，要么就是被野兽咬死。看着自己的子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女娲痛心不已，决定拯救人类。她周游四海，走遍群山，来到东海的天台山，发现那里有可以炼石用的五色土，便决定在那里炼树补天。她在天台山顶堆起巨石当炉子，接来太阳神火，将五色土放入炉中。经过9天9夜，终于炼就了五色巨石。然后他又花了9天9夜，用这些五彩的巨石把天补好。天好不容易被补好了，为了不让它再塌下来，他斩下了一只万年神龟的4足支撑4级。终于天地归位，火水入渠，大火也熄灭了，人间又恢复了平静。不但如此，从此以后，每当雨过天晴，天边就会出现五色银霞，天空比以前更美了。人们终于摆脱了灾难，个个欢呼雀跃起来庆祝。为了对这位伟大的女神表示感谢，
人们在天台山下建了女娲庙，世代朝拜，香火从不曾断过。关于女娲的传说虽然是神话，但绝不是凭空捏造的。先秦文献古籍《史咒篇》《楚辞山海经》和秦汉以来的《礼记》《汉书》《淮南子》《风俗通义》《帝王世纪读易志》《陆史》《易史》以及《史记》等史料都有关于女娲的记载。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有神识人，名曰女娲之长，化为神，楚力广之也。横道而处。东晋郭璞批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重70变。又如《楚辞天问》中记载，登立为帝，孰道上之？女娲有体，孰之降之？东汉王毅批注：女娲人头蛇身，一日70化，其体如此，谁所制架而图之乎？1967年，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的吐鲁番交河古城的卓古墓群中，发现了一张汉代的古画，这画上有着2个人身蛇尾的人，他们的蛇尾缠绕在了一起，是一幅充满了浓厚的神话色彩图。考古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这2个人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创世神女娲和伏羲。根据唐末史书《独异志》的记载，在宇宙刚诞生的时候，只有伏羲和女娲2兄妹在昆仑山上，山上有一个咒语，就是让他们兄妹成亲，不然他们就会变成一丝青烟。于是伏羲和女娲就这样成了亲。无独有偶，在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文明中，也有类似女娲的神明。在希伯来语、梵语等古语言体系中，都记载过一个上古音按音素的标记，分别为 Nazkrua Nazkuluar 和 Naj Naja， 意思就是蛇。这些读音与上古发音中女娲的读音出奇的一致，除了读音，其含义也一致，都是代表一种水神，拥有蛇的身体、人的脸，并且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许多文物也证实了蛇是华夏文明起源的证据。在古巴比伦的苏美尔文明中，人面蛇身的神和伏羲女娲相似的是恩基和宁玛赫。有趣的是，他们也是兄妹，都是天神的孩子。古人类被一场大洪水灭绝，心生怜悯的恩基和宁玛赫主动结为夫妻，诞生新的人类。在南亚的古印度神话里，有和平富裕之神纳吉阿、丰收之神纳吉。考古发掘出的壁画时刻显示，他们也是人首蛇身，尾巴相互缠绕。由此可见，世界各地确实有很多类似伏羲女娲的传说。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巧合呢？难道身处世界各地的人类先祖都曾经亲眼见证过这些上古神奇？还是说这些上古神话其实就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呢？科技的尽头真的是神学吗？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评论留言吵架。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了，喜欢的朋友别忘了3连和关注哦，我们下期见。